忽悠多次以后，乌克兰宣布反攻赫尔松的行动开始，俄军真的会出现崩溃的情况吗？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该来的总会来。乌克兰在忽悠了多次，要在南部的赫尔松地区发起反攻之后，终于在8月29日展开了多个方向的进攻。按照乌军的说法，此次攻击在12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势，其中4个方向取得了战果，占领了5个村庄，在3个方向突破了俄军的第一道防线。泽连斯基更是高调宣布，俄罗斯士兵逃跑或投降的时机已经成熟。乌军称，进攻行动没有受到可怕的损失，只有部分轻伤者。而俄罗斯方面的说法是，俄军通过积极的防御，让乌军损失惨重，包括损失560多人、23架无人机、26辆坦克和2架苏25攻击机。俄罗斯此前的消息称，已经完全消灭了乌克兰的空军。8月29日下午，乌克兰卡霍夫卡作战小组报告称，曾经占领顿涅茨克州，又被调到赫尔松方向的俄军第109团从赫尔松州的阵地撤出，支持他们的俄罗斯伞兵逃离了战场。一手策划夺取了克里米亚地区的俄罗斯军事专家斯特列科夫表示，俄军丢失了苏霍伊斯塔沃克村。他说，乌军在赫尔松州的第聂伯河和因古列茨河之间的地域包围并击败了俄军。来自俄罗斯雇佣军瓦格纳私营军事公司的人员证实，乌军在赫尔松取得的战果是推进了6公里。他说，经过海马斯火箭炮的打击，敌人在几个方向上取得了突破，他们建立了3个渡河点，这些渡河点没有被摧毁。敌人的推进也是在坦克的支持下进行的，其兵力可达1个连队，前进了近6公里，并占领了苏霍伊斯塔沃克村。他们还尝试在赫尔松的东北部形成突破，以对维索科波罗的俄军形成包围态势，但是并未取得成功。现在的问题是，俄罗斯军队是否将在赫尔松地区出现大面积溃败的情况？现在给出答案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乌克兰军队凭借着兵力数量上的优势，正变得越来越自信，而且呢，正在展示其能力。在突破地域建立了立足点之后，会进一步的展开攻势。当然，更可能的情况是需要友邻部队的同步推进，以避免突出部被俄军包了饺子。也就是说，现在的战场还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目前谈及乌军正在获得全面成功，或者俄军已经击溃乌军的攻势，都为时过早。但是也有些新的情况证明，俄军的防守表现得并不好，包括俄军在克里米亚地区部署的米波反隐身雷达以及 S-400防空导弹阵地被乌克兰的米格29战斗机携带的美制哈姆反辐射导弹所摧毁，甚至呢不得不从叙利亚调回 S-3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西方开始通过海运的方式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装备和一些先进的导弹武器系统，这是俄罗斯失去黑海控制权所造成的恶果。此外，乌军的第1支开战后按照北约的标准完成训练的第66机步旅开上了前线，这意味着俄军将要面对的困难将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俄军也不是没有动作，俄罗斯正在不断的修复被乌军摧毁的赫尔松地区的大桥和其他补给线。普京已经宣布要征兵13.7万，以弥补俄乌战场前线兵力不足的问题以及后勤保障的问题。俄罗斯仍然需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接下来将如何面对赫尔松地区俄军的补给难题，以及如何应对乌军的正面进攻和敌后游击战，这将是决定这场战争的天平会导向何方的关键因素。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